不装了，摊牌了。我一个前上市公司中层，现在负债60万，投资失败加上失业，该踩的坑一个都没落下。现在在苏州跑外卖还债。我媳妇怀孕的时候，当我得知我即将成为爸爸的时候，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，将来我一定会给我的孩子一个健康的童年，我一定会陪伴他，见证他成长的每一个时刻。可现在呢，失业负债犹如一座座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为了生存，我只能四处奔波，找兼职、送外卖、跑滴滴，从早到晚，累得我精疲力竭。每天晚上回到家，儿子早已经睡着了，我趴在床上，看见他熟睡稚嫩的脸庞，愧疚感就如潮水般涌上心来。这位外卖员其实是名校硕士毕业生，网友们都很好奇，他为什么会选择去送外卖？他的回答让很多人意外。其实我是有主业的，但是因为这2年效益太差了，我们已经有大概14、15个月没有发工资了，所以其实我也不怕丢人。我们现在连吃饭都是问题，房租的话都是靠我减。名义上虽然是公司欠着我们的钱，但是生活中的困难就是还是得完完全全靠自己来扛。这个女生很想结婚，但男友拒绝她的理由，这让她感到十分无奈。你的计划里面有我吗？首先，你得先创收，计划里才会有你。解决不了工作这个问题，永远都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，OK 吗？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你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你就是一直处于失业的一个状态。我很难以理解啊，那怎么进入到下一步啊？你告诉我啊。首先，连工作都没有。39岁中年返贫，还是被老婆嫌弃了。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比较幸运，现在来看还是有点天真。最近我明显能感受到他的不满和不耐烦。说实话，现在心里也有点难受。以前一个人养家，在互联网行业干了10几年，即使工作压力再大，也没抱怨过一句。在这10几年里，也买了房，买了车，没有房贷车贷。可能是因为现在失业了，中年返贫了，但至少也没有负债。现在看来，即使你过去做的再好，当下只要你不挣钱了，你就有可能被嫌弃。我今年41岁，在银行工作10年了。我想给年轻的姐妹一些建议啊。我是去年失业的，在40岁的时候失业的。就以现在我的就业形势来看的话，真的是很艰难。就是我们80后、90后可能都会面临着失业的问题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建议年轻的姐妹可以去学一门手艺，或者是发展一门副业。像我之前在银行一直工作是比较稳定的，而且收入还不错，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副业的问题。没想到我们后来是裁员。不是说我个人能力不行被裁掉了，是我们整个渠道都没有了。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，2025年全国蓝领群体预计达到4.27亿人，其中2.8亿人属于灵活就业，将在2026年增至到3.2亿。所谓的灵活就业是中共官方创造的新词，被外界认为是失业的代名词。换句话说，这3.2亿人实际上就是靠打零工度日的失业者。一个人哪怕一周只工作几个小时，收入不够养活自己，也被算进就业人口。报告还提到，蓝领行业中家政服务人员规模已达到4680万人，同比增长了4%。外卖骑手增至1590万人，同比增长了6%。网约车司机人数预计在2026年达到了1270万人。我可能是80后混得最差的了吧，38岁，上班12年，一分存款都没有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欠了几十万的债。这也就算了，投资还失败了，又亏了10多万，雪上加霜。现在月收入为0，每天1分钱不进，但是1分钱不花，真的不行。欠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完，靠打工几十万的这个债务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。博主说，很多时候他觉得十分无奈，但生活逼着他只能继续往前走。最后他决定试试做自媒体，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做起来，但这是他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一点希望。
我一个985院校的研3学生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至今都没有找到工作，考公也彻底落榜了。熟悉我的老粉都知道，我当初拼了命的从2本院校逆袭，挤破头考上985研究生的时候，身边所有人都在恭喜我。那时候总听别人说啊，研究生学的是敲门砖，985的文凭更有优势，找工作根本不用愁。我也曾经就抱着这样子的期待，熬过了考研的日日夜夜，熬过了研究生3年的科研压力，满心欢喜的等待着毕业，等着开启崭新的人生。可是真的到了研3，才发现现实给了我一个狠狠的巴掌。博主说，他面试一次次的失败，那种落差感和挫败感几乎要把他压垮了。其实，在刚入学的时候，他就了解过自己所学专业的就业情况，因此他也一直在同步准备考公务员，希望能换一条发展道路。在学习任务本来就十分繁重的情况下，他见缝插针地准备公务员的考试，结果成绩并不理想。如今他越来越迷茫，也越来越焦虑，不知道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。很多人一直都觉得考上985读研，学历有兜底，毕业找工作肯定不成问题。但看完我师门今年的就业情况，大家真的也可以重新对高学历就业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了。我们课题组呢，今年毕业的硕博人数不少，截至目前呢，整个师门就只有一个师妹顺利拿到了正式的工作 offer， 其余大部分人还在待就业的状态。哪怕是985硕士，在当下的就业环境里，毕业仍然会面临零 offer。这也是很多人的常态了。繁重的科研任务贯穿整个毕业季，一边是不能延期毕业的科研压力，一边是分身乏术的求职节奏啊！确实真的太难了。我今年49了，好不容易活到这个年龄了，结果负债了。这发展的这么快，我却感觉自己和社会脱节了。一把年纪了，没有一技之长，想重新给自己找条出路，但是真的太难了。纠结了很久，决定来做自媒体。明知道这个圈子已经卷得非常非常厉害，可眼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我现在是完全找不到方向啊，也摸不到自己的定位。所以家人们，有经验的能不能来给支个招啊？83年，今年43岁，中年失业后应聘过同专业的工作，10家公司有5家嫌年龄太大了，另外5家公司各方面对比后，可能只有1家适合自己，面试也不一定100%通过。40加的年龄真的不配在职场活着了。后来我应聘过客房保洁，也是被人各种嫌弃，不得已最后找了个大学食堂打饭的工作。还记得刚来时被大姐笑话，一看就不是干活的料。博主说，还好他最终留在了这个岗位。如今他每天和同事一起切菜、刷盘子、聊聊天，不用看领导的脸色，也不用参加各种会议，整个人轻松了许多，心情也比以前好了不少。虽然每个月只有4500元的工资，但他已经很满足，也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我老公要失业了，感觉天都塌了。我们一家3口在江苏南京挤在50平出租屋里，靠老公一个人上班养家。昨晚我俩一晚上都没睡着，前几天他还笑嘻嘻的跟我讲，说今年我们俩把主业干好，空闲时间跑跑网约车，然后加上我们俩一起摆摊的收入，今年就可以多存一点，这样离我们买房的目标就更进一步了。没想到我俩还在暗自窃喜呢，结果老公回来就告诉我说他可能要失业了。最近我心里都很焦虑，日子该怎么过呀？目前这个外卖行业就是狼多肉少，就是内卷，已经卷到冒火星了。2块8爬6楼的订单刚出来就被人给秒抢，我真的是服了。这种订单大家不要急，只要你不抢我不抢，大厅里面挂上一会，它就会涨价，它一定会涨价。大家这么无底线的内卷，单价只会越来越低。我是高考上来的北京大学本科生。2021年，我的高考成绩是660分，安徽前100，录取进了北京大学社会学。可是为什么今天来送外卖？我自我总结主要是2个原因。首先，第一点，没有选一个好的专业。社会学虽然名字听起来很社会啊，要混社会，可是实际上却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中生活。第二点，缺乏清楚的职业规划。博主说，考上大学后，他并没有意识到高中和大学是完全不同的阶段，依然抱着高中时期认真学习、按时完成作业就够了的想法。因此，整个本科4年里，他从未参加过实习。等到毕业找工作时，他才发现自己的简历几乎一片空白，没有任何实习经历。毕业后的半年里，他始终找不到工作。那段时间，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整夜的睡不着觉，对未来充满了焦虑。
后来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只好去送外卖。没想到送外卖之后，他的生活反而渐渐步入正轨，每天按时工作，按时休息，作息变得规律了，心情也比以前好了许多。26届双非文科，请问我们是不是遭天谴了？我感觉这3个节加起来简直天塌了。就以我自己为例吧，我是双非的一个会计学，然后我们去校园招聘的时候，在99%的情况下，就根本没有我们会计的岗位。有没有跟我一样人到中年，失业又负债，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，被迫无奈只能搬家的？我真真切切就在这一周经历了这种无能为力的心酸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4月22号那天，房东像往常一样过来催我交房租。本来我3月份的房租是已经欠了没交的，我每个月都是17号准时交房租的，这次拖了时间有点久，房东前前后后也催了我好几次。博主说，他在那间公寓已经住了3年，从创业起步到创业失败，房东一路都看在眼里，也明白他现在的处境，所以一直体谅他，没有为难他。他也理解房东的不容易，于是决定主动搬走。后来他在一个村子里租到一间房，每月房租只要500块，便安顿了下来。他感慨地说，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一些坎，跨过去就是真正的成长。我刚看了一个营销号，就是说年轻人失业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说我们有4条路可以走，首先是逃避3部曲，考研、考公、考编，然后失败之后呢，就可以去进行创业3部曲，摆摊、开店、自媒体。破产之后呢，就直接上铁路3项，就是外卖、快递、滴滴，然后实在吃不消了，就可以去当吉祥3宝：保洁、保安、保姆。今天我说你们也不信，我只能一个午高峰10点半跑到现在1点半，差不多1点半了才跑10单。以前一个午高峰能够挣个100多，现在一个午高峰只能挣个30多。努力吧，没办法，这个他现在就这么卷，没单反而价格又低。众包骑手是指没有固定雇佣关系、自由接单的外卖员，他们不是公司正式员工，也没有固定班次，想跑就跑，不想跑就下线。众包和团队到底是谁把外卖的单价搞烂了？最近这个话题在外卖群吵得很凶，今天我们就来掰扯一下这个事情。其实它的真相非常的扎心。有人说众包就是卷王之王，2块钱的爬楼单他也抢，6楼没有电梯他也干，这不是自己在砸自己的饭碗吗？单价就是这么被拉低的。也有人说团队才狠，被平台拿捏的死死的，听话服从，任劳任怨，好单全被团队优先的挑走，众包只能在烂单堆里捡剩菜剩饭，路都被堵死了。越来越多失业者选择进入灵活就业领域，但与此同时，人多单少的问题也逐渐显现。近期，上海、河南洛阳等多个城市的外卖骑手反映，想上线接单时，系统却显示当前城市跑单骑手较多，需排队上线。广州、上海、三亚等地的运管部门也接连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，司机每天工作超过11个小时，但日均接单量已跌破10单，月收入大幅缩水。然而，今年夏季，1270万高校毕业生将涌入就业市场，再加上往届未就业的海归回流以及考研、考公失利群体，今年求职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